大乐透中了1000万。我想和老公分享这个开心的消息，却止步于门外。妈，这把稳了，她绝对怀了，就要这样。我早就说过，她不肯生孩子，就是有外心，没打算跟你好好过。平时一向体贴的老公声音变得亢奋癫狂，他一直拿我工资打给银行，我的个人债务都变成了我们的共同债务。而且我还刷了20多万的信用卡，之后我就说投资失败了，让他把他妈留的钱拿出来还债。他的话让我气得浑身发抖，于是我转头把彩票给了闺蜜，算计我的20万。那这1000万他别想沾到一点。最近我加班回家总是很晚，而老公不仅给我洗头发、吹头发，还变着花样做营养餐，让我感觉自己仿佛被他宠成了小女孩，幸福的笑容挂在我脸上。我心想，我真的嫁对人了。当千万大奖砸在我头上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和老公分享喜悦。为了给他一个惊喜，我小心翼翼地开门，还差点被玄关处一双乱放的鞋给绊着。还未等我站稳，卧室里传来的对话便吸引了我的注意。妈，这把稳了，她绝对怀了。老公的声音中充满了洋洋自得的意味，听起来甚至有些小人得志。我就像被当头一棒，简直不可置信。因为早在恋爱时，我就已明确表达过自己不愿生育的立场。程琳只不过迟疑了片刻，便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诚恳地说：“我不是独生子，我哥哥已经有2个孩子了，对我来说，有你就够了。”然而，我还没来得及上前质问，婆婆就猛地一拍桌子，大声说道：“就该这样！我早就说过，她不肯生孩子，就是心不在我们家，没打算跟你好好过日子。”平时一向体贴的老公声音变得亢奋癫狂，他一直拿我工资打给银行，我的个人债务都变成了我们的共同债务。而且我还刷了20多万的信用卡，之后我就说投资失败了，让他把他妈留的钱拿出来还债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拼尽全力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当场揭穿他的丑恶嘴脸。他和他的家人如此算计我，我不能让他占到更大的便宜。想到这，我闭了闭眼，紧紧握住包里的彩票，下定了决心。等我忙完事，踏进家门时，发现老公程琳一家人都已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。见我回来，大姑姐和大伯哥的眼神立刻亮了起来。程琳快步迎上前，接过我手中的包。老婆，大姐和大哥来了，他们有事跟你商量，一副3堂会审的架势。我忍不住嗤笑，家里是有什么大事吗？上回人这么齐，还是大姐的公公车祸，让我出钱给看病吧。这回是谁死了？程琳愣了愣，老婆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姐他们真有事。客厅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。大姑姐程叶站起身，小婉，都是一家人，我也不跟你客套了。你也知道，我就生了小杰一个男孩，他读书可是头等大事。当初你嫁进程家，陪嫁了一个店铺，与其空着，不如让我用它做点小生意，赚些钱，给小杰当学费。我没接话，先看向老公程琳，你也这么想的？程琳瞧见我有些不高兴，解释道：“老婆，咱们可以这样，算是租给大姐了。我让姐付房租，1个月多给你200块，还不行吗？”程琳这是把我当傻子糊弄呢。他们恶心的模样，真是恨不得算计到我骨头都不剩。婆婆见我迟迟不表态，来了火气，冲我吼道：“一家人斤斤计较干什么？你吃点亏怎么了？谁家儿媳妇做成你这样？一点不知道体谅人。你做过1次饭吗？不都是我儿子伺候你的吗？要借你个铺子，你倒是不乐意了。”我冷嗤一声，这回是大姑姐借铺子，等大哥2胎也到上学年龄，
我是不是还得去外面抢一套房子给他呀？大哥程勇闻言，看了看他姐，又看向我，一拍大腿：“对呀，我小儿子以后也得用呢。大姐，要不你……”婆婆脖子一梗，手指直戳向我：“你这个搅家精！”我都被他们的无赖气笑了。怎么的？大姐和大哥生的是我孩子啊？我包你们全家养老送终得了。程琳瞪了我一眼，她冷着脸道：“小婉，注意你的态度，她是我妈，你的长辈，就算她说的不对，你也得忍着。”程琳袒护婆婆，让她更加有恃无恐。她提高了音量，脸上还带着怒意：“你嫁进程家，就是程家的人，帮衬一下怎么了？你看你丈夫的哥哥姐姐过优的落魄，你心里舒服是不是？公公这时出来当和事佬，眼圈一红，都怪老头子我没用啊，没有能力让你们过上好日子，我无能啊。”老公用力捶打着胸口：“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说服小婉同意的。大姐当初为了供我读书，自己辍学打工，我一直都记得这份恩情，硬的不行。开始道德绑架了是吧？一家没理搅三分的人，我懒得与他们纠缠，径直回了房间。我在床头柜里翻了翻，不出所料地发现了一些被戳破的计生用品。程琳如今态度的巨大转变，不过是她自以为能用孩子拿捏住我。很可惜，我只是前几天因吃了不卫生的快餐，轻微食物中毒导致的呕吐而已。这也是我不幸中的万幸了。虽然我不会因为一时冲动而留下这个孩子，但是打胎毕竟对身体有害。回想起来，我当初真不该为了应付母亲的催婚而草率嫁人。我从小顺风顺水，家里虽非大富大贵，但也从未短缺过我什么。唯独在感情上一直不顺，一到适婚年龄就无休止地被催婚，仿佛不结婚就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过。经人介绍认识了程琳，在接触一段时间后，他成功赢得了我父母的认可，他们直接为我们订了婚。他包容我的缺点，也没有不良嗜好，再加上母亲对他赞誉有加，我便与他结了婚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客厅恢复了平静。程琳推开门，朝我讨好的笑了笑，叫了声老婆。我把证据扔到他面前，脸色一沉：“你给我解释清楚。”程琳就像是被人撕下了伪善的面具，立马不装了：“小婉，我就是想要个孩子，我有错吗？这点小事你至于吗？真搞不懂你。”他理直气壮的模样更让我窝火，胸口一阵阵闷痛。我当初就跟你说清楚了，我不会生孩子，你想要孩子就别跟我结婚，难道是我逼你结婚的吗？我反驳道。程琳脸色难看：“我要是不同意，你当时那个态度能跟我在一起吗？”他的眼睛蓄满怒火：“你就是看短视频看多了，生孩子哪有那么痛苦？你别这么矫情，都像你这样想，人类早就灭绝了。”我脸上失去表情，血液猛地向大脑窜上去，手指都在微微颤抖。程琳，你这跟骗婚没什么区别。屋子越发沉寂，银针落地可闻。程琳忽的一下站起来：“何婉。”我的脊背上陡然窜起了一股难以言明的寒意。你肚子里已经有孩子了，你就是没体验过当母亲的滋味才会害怕。以后你就安心在家养胎吧，公司那边我去替你辞职。”他说道。怒火冲红了我的眼睛，烧掉了我的理智。程琳，你这是在搞监禁，你在犯法。程琳紧紧盯着我：“家庭纠纷算什么犯法？我关心怀孕的妻子，不让她劳累，我犯什么法？结婚证就是我的保障。你反思反思，等你认错了，我就放你出来。还有，车钥匙我拿走了，你怀孕了不能开车，等你把你妈留下的钱给我，车就还你。”他补充道。砰！
沉重的关门声响起，紧接着婆婆那阴阳怪气的声音便穿透门缝传来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娶了你这么个懒的儿媳妇，身为别人家的儿媳妇，理应待在厨房里忙活。你妈妈没教你这些，但我今天可得好好告诉你，看在你现在怀孕还不稳定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嫁给我儿子，你是烧高香了。我眼中的不耐烦已经浓烈的仿佛要溢出来，忍不住低吼一声：“滚！”婆婆在屋外的骂骂咧咧声越发响亮。我掏了掏耳朵，吵吧，闹吧，过一会儿我倒要看他们还能骂得出来不。公公倚在门边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婉啊，我们都是为这个家着想，你不要把钱看太重了，免得伤了家里的和气。当初小林买房提出加你的名字，我们可都是举双手赞成的。”我反驳道：“说得好听，贷款我不是也在一起还吗？好像我占了多大的便宜似的，真是虚伪至极。”没达到目的不肯离去的大姑姐搭腔道：“程林啊，你就是对你媳妇太好了，她都分不清轻重缓急了。家里的事哪轮到她来做主？妈把我们几个拉扯大不容易，你一点都不体谅老人的苦心。没生孩子的人心就是硬，看不起我们老程家，当初就别嫁过来呀。”公公假意劝道：“少说两句吧，她现在还怀着孩子呢。”大姑姐不屑地啐了一口，还不知道是丫头还是小子呢，架子倒是先摆起来了。程林在一旁默不作声，任由家人对我指责。我气上心头，顺手抓起桌上的东西就砸向门。滚，都滚！我双手紧握成拳，心中怒火中烧，恨不得狠狠教训他们一顿。可现在还不行，这个狼窝我一个人硬扛很危险。他们以为拿走我的手机，我就只能任人宰割了吗？笑话！我的底气很快就要来了。咚咚咚，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如同重锤敲击在心间，让人心烦意乱。婆婆突然感到一阵不适，她扶着额头，心跳加速，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祥之兆。好好好，人到了，我也不装了。我猛地抬腿，一脚将门踹开。几年的散打可不是白学的，这贤惠妻子爱谁装谁就装，我不干了。他们一家人正围坐在餐桌旁吃饭，我直冲厨房，抓起一把刀：“何婉，你个小贱人，你疯了呀！一群烂人还想吃饭，吃屎去吧！”在婆婆张翠兰的大声尖叫中，我左手拎着刀，右手一挥，将桌上的饭菜全部掀翻。我从牙缝里挤出话来：“你们不是狂吗？不是要这个要那个吗？还要教我道理？我今天让你们知道这个家姓何，道理就是我的刀。再骂呀，再叫啊，谁活腻了，尽管来，跟我火拼！”我边说着边挥舞着刀乱砍着。程林瞪大了眼睛，像是眼眶都要裂开了。“何婉，你要干什么？”婆婆张翠兰心疼的眼神在菜上游走了一圈，又定格在我身上，开始哭喊：“家门不幸啊，家门不幸！娶了这个疯媳妇啊！我辛辛苦苦做的菜，这都是钱啊，真是败家！程林，你快管管你媳妇，她要闹翻天了！”我将刀指向程林，程林额头上渗出了汗珠。“小婉，别激动，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就算不为自己着想，也得为孩子想想啊！我想你妈呀！”我刚要冲上去，却被人抱住了。郑明会见没人开门，便叫了开锁师傅，带着2个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。“小婉，你放着我来，你们是谁？凭什么闯进我家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”张翠兰扯着嗓子大喊。2个大汉一左一右站在我身边。我用刀敲了敲程林的脑袋。“我的手机、车钥匙还我！”程林不愿意给，我直接摆了摆手，指着程林：“给我揍他！”2个大汉一步步逼近，
公公程为民缩成一团，不敢吱声。张翠兰急了：“别碰我儿子！救命啊！”张翠兰见阻止不了，开始撒泼，大声骂道：“你们凭什么打人？我知道了，你们是何婉的姘头。”他在一旁蹦了半天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还不如死了呢。儿媳妇不孝啊，要打死老人啊！我的眼底浮现出笑意，还分不清大小王呢。行，今天把其他人架住，我揍我老公。张翠兰夫妻俩被2个大汉架住，脸上流露出了恐惧之色。程琳的声音里夹着不易察觉的颤抖：“何婉，你注意分寸，家里你砸了，出气了就算了，我是你老公，还是你孩子的爸爸。你要是把我打伤了，我要你坐牢。老公，家庭纠纷算什么犯法？我疼爱丈夫，我犯什么法？结婚证就是我的保障。至于孩子，强者才配做我的孩子。如果他那么容易掉，说明他不健康。这种一般是你的质量不好。”啊！我擦了擦手，随后将毛巾随手丢向身后，不料却碰到了脸颊肿胀、眼圈发紫的程琳。郑明慧适时递上一杯水给我，与我交换了个眼色：“打累了吧？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要离婚吗？”张翠兰正呜呜地哭着，闻言猛地抬起头，决绝地说：“离！这样的儿媳妇我们要不起。”程为民却突然给了张翠兰一巴掌，小声怒斥道：“死婆娘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儿媳妇手上的钱没拿到，不是更白挨了这场打吗？他儿子应该抗打，女人嘛，轰轰就好，之后把钱搞到手，再让儿子娶个孝顺新老婆。”我的眉头深深蹙起，他们还是不服啊，如此轻易放过他们，真是太便宜他们了。一股怒火瞬间在我胸腔中燃烧起来，我大声说道：“离什么离？我不离，就算他们跪着求我，我也不会离的。离了婚，我还哪有什么合法的身份去折磨他们呢？我要占着这个位置，把他们一家折磨得痛不欲生。”我又狠狠踹了程琳一脚才出门。买酱油刚回来的程烨也让我扇了一巴掌。程烨愤怒地扑向我，却被我的保镖及时一脚挡开，真解气。可我没想到，在我和明慧在他家研究如何花我们的巨款的时候，程琳带着我的父母找上门了。母亲看到程琳身上的伤痕，眉头紧锁，语气严厉地质问我：“小婉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能对长辈和丈夫动手？丈夫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人。”父亲也是一脸不赞同地看着我。这一刻，我的心像被一块巨石压住，一同沉下了深渊。好在明慧捏了捏我的手，让我恢复了冷静。小林找小婉都快找疯了，问到我这里，我猜他可能在这，就一起跟过来了。有什么误会，我们当面说清楚，免得夫妻俩留下心结。我的眼中闪过一丝讥讽。你看，我的父母爱我，但在他们眼里，只要男人没出轨、没家暴就算好的。程琳固然有缺点，但我要学会知足，学会与丈夫相处，不能过于挑剔。在他们看来，儿女结婚成家才是父母人生的圆满。当初我因为和程琳生活习惯不同而倍感烦恼时，他们总是说找个好老公不容易，要学会大度、包容，做个贤妻良母才是女人的归宿。我反抗的骨头一点一点被我的亲生父母磨出平，我努力克制心中的怒火，指尖被我掐得溢出血来。妈，是他把我关起来，逼我辞职，我打他有何不对？你们当初送我去学散打，不就是为了让我不受欺负吗？母亲闻言，转头看向程琳：“小琳，你怎么没提这事？你是不是也对小婉动手了？”父亲则一把掐住了程琳的脖子，怒喝道：“你动手打我姑娘了！”程琳慌忙摇头：“爸妈，我哪敢啊！
一直是他在打我。他话锋一转，其实是小婉怀孕了，我怕她劳累，毕竟这是我好不容易才有的第一个孩子，所以我可能做的有些偏激。我向小婉道歉，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。父亲闻言松开了手，母亲也开始劝我，他道歉了，你就原谅他吧。我心里升起无力感，就是这样，他们总让我觉得他们不爱我，又好像是爱我的，让我很崩溃。明慧见状，笑着道：“叔叔阿姨，他们夫妻之间的事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吧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。”程琳也没生气，就是夫妻间闹点小矛盾而已。而且小婉也没打算离婚，不是吗？她朝我眨了眨眼，我的鼻子有些酸，旋即我笑了笑：“妈，你俩回去吧，我和程琳不会离。”手里的20万就让他们死皮赖脸地粘上来，知道是1000万那还得了，还敢背后告状。我的眼中闪过一丝阴霾，我不整疯他们一家人，我不姓何。我拍了拍明慧的手，计划先放一放，你先自己玩着，我得去和我老公的家人增进一下感情，再去找你。明慧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，尽力克制都掩饰不了。我一个人玩有点于心不忍，要不我再给你找几个身材1.88米倍儿棒的保镖吧。程琳听到后，眼睛都快瞪出来了。我微微一笑，2个就够了，再多的话，程家这小地方可放不下。我都走出老远了，程琳还没跟上。我回头道：“你不是盼着我回家吗？磨蹭什么呢？”程琳深吸一口气，指着身后的2个保镖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带他们回来干什么？你这是要明目张胆地带人进门吗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，千万富豪有2个保镖过分吗？你别管，我就问你，我是不是听你的回家了？我看不想好好过的那个人是你吧？你别没事找事。到了家门口，2个保镖直接踹门而入，他们刚装好的门又坏了。程琳拽住我的手腕：“何婉。”我抽出手，淡淡开口：“喊你爹干啥？婆婆和公公也不嗑瓜子了。”抬眼朝我看过来。我不在家这几天，他们倒是登堂入室了。程勇带着他的小儿子占了客卧，2个老人则住进了主卧。我直接挥手示意，给我砸！程琳暴怒：“你疯了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个家也有我的一半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给我砸！什么都砸一半，我只动我的那一半。”张翠兰连哭带骂的，我全然不理，继续指挥保镖砸东西，把我手办拆得碎一地的程家乐也不乐了，扑到他爸爸程勇的怀里嚎啕大哭。程勇头一回见到一向温顺的弟妹如此大发雷霆，愣了好半天才开口：“弟妹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”我冷冷一笑：“你都快骑在我脖子上了，我这都是被你们逼的。你都多大人了，带着孩子啃老，还啃到弟弟家了，你们都不要脸！我要什么脸？”东西被摔得震天响，左邻右舍都好奇地探出头来查看。程家乐见自己哭了也没人哄，便在地上打起滚来，那架势和张翠兰如出一辙。结果在打滚时不小心磕到了椅子，疯癫地抖了几下后就昏过去了。程家人都忙着陪孩子去医院，我则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摸了摸，嘴角勾起一抹笑，随后潇洒地转身离开。程家乐包扎好伤口后，他们就回家了。尽管家里没门了，他们也舍不得花住酒店的钱。当他们结束一天的疲惫，正准备入睡时，突然从某个角落传来了声音：“大家都回来了呀！”我乍然出声，把他们吓得要死。为了款待他们，我还特意播放了大悲咒。所有人被吵得无法入睡，一怒之下砸坏了能找到的监控摄像头。当他们再次回到屋内躺下时，我的声音又一次响起：“你们猜猜，
这回我躲在哪里呢？就这样，一整个晚上，他们几乎都没能入睡，不停地砸着监控。到了白天，他们需要补觉的时候，我又带着鸡大盆猪血来了，给每个人除了邪祟。程琳要去上班，我让一个保镖护送她上班，不让她坐车，也不让她骑车，就让她走着去。婆婆和公公总爱在外人面前吐槽我，于是我带着喇叭在外面大声宣扬，之前生不出孩子根本不是我的问题，而是我老公没能力。程家乐喜欢糟蹋东西，为了奖励他，我买了一条长蛇回来，赡养在家里当宠物。短短几天时间，程家的每一个人都像被抽走了灵魂一样，变得颓废无助，精神萎靡不振。张翠兰声音哽咽地劝道：“儿啊，你就听娘的吧，跟他离了，这媳妇咱家消受不起呀，他能把你娘的命带走啊！”就连一向最贪心的程卫民也没有反对。他抓着所剩无几的头发，一脸愁容。他卖掉老家的房子，搬来小儿子这里，本是为了享福，可不是为了折寿的。他已经连续几天梦到何婉提着刀站在他的床头了。他高血压都犯了好几次了。程琳还有些犹豫，不愿放手。张翠兰泪光闪闪地望着程琳：“小琳啊，离了，咱再找个更好更有钱的。”晚上，程琳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说要离婚。我不屑地笑了下，哪有这么容易的事？离婚？你不要天真，起诉离要更久。第一次法官普遍判不同意的，之后要等1年才能第2次起诉。也就是说，你至少要2年才能摆脱我。你可想死服了？程琳眼眶瞬间红了。咱俩好歹夫妻一场，何必做得这么绝？我做得绝？你们一家人算计我的时候，想过做得过分了吗？还想用孩子绑架我？你做梦吧！我根本没怀孕，你都做手脚了，还一直怀不上。你没想过是你不行吗？蠢货！想离婚？行啊，把你爹你妈给我，我就离。程琳强压下怒气：“何婉，你要我妈干什么？你是不是疯了？好聚好散不行吗？”我冷哼一声：“你凭什么不把你妈给我？我这要求过分吗？这2年哪个节日我没给她买好东西？年年最高规格的体检，我皱过眉头吗？养条狗2年都有感情了。”程琳吓得一个机灵，声音充满了恐惧：“你真是疯了！”明慧的消息弹了出来，他发来了去俄罗斯的旅游攻略，硬核项目加绝美极光，狠狠吸引到了我。我也不想再跟他们纠缠了，觉得这是在浪费美好的时光。我敲了敲桌子，冷冷地说：“明天民政局见。”程琳不敢置信地又问了一遍：“什么？你同意了？”他突然有些激动，眼眶湿润，继续说道：“谢谢。”程琳高兴地在回家路上买了瓶贵酒，打算跟爸妈好好庆祝一番。在结账时，他听到旁边的人讨论这片区域有人中了大奖，便下意识地搜了搜最新的中奖号码。一串有些熟悉的数字映入眼帘，让他的心跳不禁加速。这串数字的尾号恰好是何婉的生日，而中间的数字则是他母亲的生日。程琳曾陪何婉打过几次彩票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应该就是这组号码。他当时还笑话他异想天开，说哪有这么好的事，能这样轻易地被大奖砸中？难怪他最近行为如此反常，原来是中了大奖。这笔钱他一定要拿回来，毕竟这是1000万呢。他辛苦打工，一辈子也挣不到这么多钱。有了这笔钱，他就能买别墅、开豪车了。想到这里，程琳低下头，迅速地在手机上敲打着短信：“老婆，我错了。我仔细想了想，我还是很爱你的。你想让我改的地方，我都愿意改。我不想和你离婚，只要不离婚，我什么都答应的。
孩子没有你重要。我一想到要离开你就很难过。老婆，我真的爱你。我厌恶地瞥了一眼短信，随即迅速将程琳拉入了黑名单。恶心的我年夜饭都吐出来了。该死，离不了了。我的95白皮俄罗斯领队泡汤了。我真是想剁了程琳的心都有了。他这突如其来的反悔，8成是已经知道了彩票的事情。他凭什么觉得几句好话就能把我哄回去？我还是对他们太仁慈了。这种人一天不打8遍都不长记性。我刚学的泰拳，这下有靶子可以练了。为了防止程琳狗急跳墙，我又额外聘请了4位保镖，全副武装后一同前往程家。今天程琳要是有一只腿能站着，我都自枪。轰隆一声巨响，引起了周围人的纷纷议论。但当他们看到是程家又闹出了动静时，已经习以为常了。肯定是程家那小媳妇回来了。要我说呀，他们家那扇门根本就不该装，3天2头就倒。我都担心这栋楼要塌了。不过他家小媳妇还算讲义气，每次打扰到邻居都会给不少补偿，要不然大家早就闹翻天了。行了行了，快回家拿瓜子看戏，来晚了前排就没了。门刚一落地，程琳就扑通一声朝我跪了下来。老婆，我错了。他说道，家里你想怎么砸就怎么砸，只要你能出气就好。我们不离婚。跟程琳通过气的张翠兰夫妻态度180度大转弯。小婉啊，一家人闹点矛盾正常，我们都是很喜欢你这个儿媳妇呢。我稍微活动了下肩颈，问道，你们确定？张翠兰刚要后退的脚步硬生生地停了下来，挤出一个僵硬的笑容。我们真的没意见，如果你实在跟我们合不来，我们2口子回老家去也没关系。程维民也违心地说道，我就没见过比小婉还孝顺的儿媳妇，是我们2个老人给他们添麻烦了。我们俩现在就走，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，当父母的就盼着孩子好啊。以前都是我们在作妖，我们跟你认错，之后你们俩怎么闹我们也不掺和了。回家的车票都买好了，你们不用送了。说完，他从身后拿出2个包裹背在身上，和张翠兰一溜烟地跑了，连头都没回，好像生怕我会拦下他们。程琳凑过来向我示好，老婆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我为救了你，可是把我爸妈都赶走了。我直接一个巴掌甩在他脸上，不满意？自从开始打你，我就上瘾了。我决定了，一天要打你8遍。程琳的嘴角明显地抽搐了一下。老婆，别开玩笑了。我双手抱臂，玩笑？我们真女人从不乱开玩笑。今天先在你身上试试我新学的泰拳。啊！他惨叫道，我爱你的，真的。回应他的却是更猛烈的巴掌。离不离？我问道。肿胀着脸的程琳口齿不清地回答，不离，我爱。我一个巴掌让他把没说完的话咽了回去，免得恶心我。不离是吧？行，过段时间我学巴西柔术，你再尝尝不一样的滋味。听我说道，好老公，最好你的命要硬一点哦，你也别想起歪心思。我现在在家全是监控，在外都是保镖，我跟你日子长着呢。天天挨揍的程琳已经不敢回家了，一接到公司那份虽无多少油水但可逃离的出差任务，便如获大赦，匆匆离去。他每晚都会发来认错短信，我每拉黑一个号码，他就换一个新的。最终我忍无可忍，更换了电话卡。然而程琳并未就此罢休，他转而通过我母亲联系我。在视频中，他哭得不能自已，伤心欲绝。小婉，到底怎么样你才能翻篇，跟我好好过日子？我们结婚2年了，怎能轻易说离婚就离婚？他哀求道。
我眼中闪过一丝嘲讽，淡淡的说：“钱，给我很多钱。”程琳脸色骤变，紧握手机的手指关节泛白，但一想到那1000万，他还是勉强答应了。不久后，程琳陆续给我打了几笔钱，我好奇他钱的来源，便请人调查了一番，结果令我失笑。原来他为了赚钱，竟去给一个被包养的人当起了男友。我随即将一些照片发给了那人的正牌男友，更令我惊讶的是，正牌男友一点动作都没有，似乎是默许的状态。这个世界果然有比我更颠的人，但是给程琳忙坏了。他既要每天努力维系与我的感情，又要费心哄着他的小情人，为此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。我反手举报他吸毒，给他送进了局子。邮部的警察不怀疑，因为他的状态与瘾君子无异，再加上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他既不好意思向警察透露被家暴的事实，又解释不清这些伤痕的来源，只能乖乖接受毛发检验。而在公司里被带走的程琳，直接被开除了。之后他每天装作去上班，实际上去小情人家里住。直到有一天，警察给我打电话，要我去救人，我才知道程琳又在外面丢人了。他和那个女的被老头捉奸在屋里，程琳害怕了，他怕被捉到，因为他惦记着我的钱，他怕我知道了跟他离婚。他下意识跑到了阳台上，想躲一下，可巧的是，楼下的大爷大妈们正准备在空地上跳广场舞，一抬头就看见他光溜溜地站在阳台上。大爷大妈们见状立刻报了警，说有人要跳楼。警察联系到我，说我老公要跳楼。我真的想说，我没有这样丢人的老公，但我还是去了现场，看到我站在阳台上被卡住的程琳面色瞬间痛苦地扭曲起来，她拼命地张嘴呼救。可是楼层太高了，底下的人根本听不到她在说什么，只以为她情绪激动要往下跳。她双手胡乱挥舞着，我给警察翻译：“警察同志，我老公可能是被辞退，有些受刺激了。他一般这样就是要做出更过激的举动，还是把人群疏散开吧。我怕他往下面乱扔东西。”而当程琳看到警察往后退时，却误以为他被抛弃了，顿时崩溃大哭起来。此时，房间里的老头和短发女子沉默对坐，丝毫不受外面情况的影响。警察让他们开门，他们也只是干坐着不动。而周围的邻居又都不在家，救援工作一时陷入了僵局。最终还是老头心善了，开了门放警察进来，解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程琳。在警察调查事情经过时，短发女子突然爆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不已。我怀孕了！记录笔录的警察停下了手中的笔，在场的人纷纷投来了同情的目光，落在了我和老头的身上。我一直在偷偷掐自己，该死的，快哭啊！随后，我抬起满是泪痕的脸庞，质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你的意思，你怀的我老公的？我老公来这里是跟你偷情，而且你是有男朋友的，我老公是第三者，你还怀了我老公的孩子。”我哭得肝肠寸断，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警察见状，好心地递给我纸巾，并详细记录了这次事件的笔录。我低头暗想，人证、物证都有了，还有官方认证，这下离婚妥了。程琳又跪在了我的面前，一边向我道歉，一边疯狂地扇打着自己的脸。由于事件最终演变成了情感纠葛，警察也只能进行一番调解后便离开了。如今场上剩下我们4个人，一个沉默不语，一个假装伤心，一个自扇耳光，一个暗自垂泪。我看了看他，叹了口气。我年纪大了，
你们这种复杂的圈子我玩不来，我选择退出，我会和这个男人离婚，剩下的事情你们自己处理吧。程琳拽着我的腿不让我离开，我直接踹了他一脚，还顺便擦了擦鞋上的灰尘。他们最后怎么商量的我不知道，但程琳最终是灰溜溜的回了家。她又开始扮演起好丈夫的角色，企图求得我的原谅，甚至又打起我父母的主意。这次程琳丢脸丢得太大了，事情迅速传开，连我父母都觉得颜面扫地，不想再看到她。于是我把他们打包送国外去了。这样一来，我离婚路上的障碍算是彻底清除了。而程琳看不到和好的希望，终于崩溃了。她原本祈求原谅的神情瞬间变得癫狂。凭什么离婚？我为什么要离婚？你中的那1000万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你不分钱给我，我绝对不离婚。他试图袭击我，但被我的保镖及时拦下。尽管如此，他仍不甘心地朝我怒吼着。我冷眼旁观，看着他的情绪越发激动。你是智障吗？大奖领奖的那天，你把我关在屋里，我分了个身去领的吗？怎么的？那彩票不记名，但是认识我呀？我脸上长着1000万呢！程琳彻底崩溃了，气急败坏地喊道：“不可能！那串数字我明明见你打过，你肯定是让别人去领奖了。”我直了直身子，不紧不慢地回答：“那我可真够放心的呀！换作是你中了1000万，你会放心让你的兄弟、你爸或者你姐去领奖吗？”程琳无法接受自己白忙活一场的事实，低着头喃喃自语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会有很多钱，我会分到很多钱。”我轻轻一笑：“明天民政局见，别迟到。你要是不去，我就嫁着你去。你欠的债自己去还，还不了就去卖肾。你也不想你的小情人和你未出世的孩子像你父母那样经受惊吓吧？你已经失去了那么多钱，总不能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吧？”何婉，他怒吼道：“记得早点到。”领了离婚证之后，我仿佛浑身上下都洋溢着自由的气息。我从未料到，一段婚姻竟能如此耗尽心力。尽管最终我如梦初醒，并采取了相应的手段，但婚姻的疲惫仍如潮水般涌来，令人难以承受。程琳急切地想给他的情人发送信息，告诉他自己已经离婚，可以名正言顺地娶她，给她和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然而信息刚发出，他就发现自己已被对方拉黑。他疯狂地拨打他的电话，却始终无法接通。情急之下，他拦下一辆出租车，直奔他的住处。我收回了视线，拨通了明慧的电话：“宝贝，在原地等我，我马上乘飞机过去，以后就是我们俩的甜蜜两人世界了。”程琳永远不会理解我和明慧之间深厚的感情，我们不仅是彼此最信任的人，更是生死之交。记得那年高考后的旅行，我和明慧在海边玩，我不慎被卷入离岸流，生死关头，是明慧不顾一切地冲来救我。在我失去意识，几乎要将她也拖入危险时，我毅然松开了手。我无法抵抗本能反应，但是我不想连累他也丢了命。而明慧紧紧拽着我，再次奋力将我救回岸边。如果没有他，我可能早已不在人世。即使他拿走1000万，我也会视为偿还他对我的救命之恩。在我和明慧在各国四处游玩时，我听到了程琳双腿截肢的消息。原来他那天追到小情人家门口，只得到了断绝关系的冷漠回应。不甘心的他继续纠缠，却发现小情人已与那位老头和好。程琳一直坚信小情人怀的是他的孩子，认为老头年老无法生育，那孩子绝对就是他的。于是他对小情人纠缠不休，
最后闹得小情人和老头也飞国外了。程林知道消息后，开车超速行驶，想追到机场拦下他们，可谁料半路遇到车祸，导致双腿截肢。而当他醒了之后，还未来得及面对失去双腿的痛苦，就看到小情人给他最后发的消息：孩子不是你的，也不是他的，是别人的，但是他愿意养，他是真的爱我，我也被他的爱感动了。我想明白了，我要跟他过一辈子，你和我就各别两宽，别再联系了。程林气得吐了一口血后昏迷了。赶到医院的张翠兰见到儿子的惨状，也跟着晕过去了。醒来的时候中风不能说话了。程维民还算有些人性，没有抛弃他，一人照顾着瘫痪的妻儿。而程烨和程勇没有到过医院一次，他们的事我也就当个笑话听一下了。看到身边明慧的笑脸，我也跟着笑了。现在我很满足，也明白了我的幸福不需要别人给，结婚也好，单身也罢，我要做自我主义者，谁也别想再强加想法在我身上，没有什么比爱自己更重要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。结婚10周年这天，在医院整理体检报告时，我竟意外发现了盛天林的癌症诊断报告单。我匆匆忙忙地往家赶去，脑海中不断思索着该如何与盛天林一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噩耗。满怀心事地回到家，刚走到客厅门口时，却听到了从房间里传来盛天林和婆婆激烈的讨论声。出于好奇，我不由自主地凑进去听。等到时候你就假装车祸身亡嘛，再趁机把他的财产转移到我这来，拿这钱去养嫣蓉和我的乖孙。嫣蓉她表哥是医院的副主任医师，你们俩配合一下，蒙混过何晶晶那个蠢货不成问题。懂了，妈，还是你聪明。盛天林兴奋的声音透过门穿透出来，我的脑袋嗡的一声，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高艳荣是我婆婆她表妹的闺蜜的女儿，那她所说的乖孙就是她肚子里的孩子。我的老公出轨了，怎么也没想到，我在为我们的婚姻努力奋斗，为工作尽心尽力的同时，他竟然背着我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和盛天林相识20年，相恋15年，结婚10年，在外人眼里，我们是典型的夫妻模范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所以，即使他的妈妈对我百般不满，我也忍了下来。婚后10年，我不孕不育，他早就对我不满，但我知道不孕不育的原因不在我。我和盛天林结婚10年，不孕不育，不止婆婆，我和盛天林都很着急。每次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在小区里嬉戏玩耍，我和盛天林的心中都会涌起一阵酸楚。我们也尝试了各种偏方和中药调理，但每次满怀希望的等待之后，却总是迎来失望。所以我们在婚后第3年去检查了各自的身体。检查室里，我和盛天林坐在医生的对面，紧张地等待着检查结果的宣判。当医生的声音响起，告知我盛天林患有弱精症，那一刻，仿佛时间都停止了。盛天林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深深的失落。他微微张了张嘴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。我心中涌起无数复杂的情绪。我们结婚已经3年了，这3年里，我们一直期待着能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，然而现在却被告知这样的结果。回到家后，我和盛天林相对而坐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。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哀求，轻轻地握住我的手，千万不要把我的病情告诉咱妈，不然她肯定会很难过的。我猛地抽回自己的手，眼泪瞬间夺眶而出，声音颤抖着质问他：那我怎么办？
这几年我一直默默承受着她的刁难，就因为我没有孩子，她对我百般挑剔，各种冷言冷语我都忍了下来。现在你让我继续瞒着她，那我还要继续受多少委屈？我站起身来，继续道：他还一直让我辞去医院的工作，就仅仅因为他认为是医院的那些仪器的辐射伤了我的身体，才导致我不能怀孕。他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在你身上，你现在却让我保守着这个秘密，独自承受着这一切。盛天林低下头，愧疚地看着地面。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，但是我真的不想让妈妈伤心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，好不好？我停下脚步，看着他那无助的模样，心中的愤怒、委屈和无奈交织在一起，让我感到无比的痛苦。他眼巴巴地看着我，眼中满是期待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惶恐。老婆，跟妈说我们不要孩子了，我去说我不喜欢孩子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再说你了。好不好吗，老婆？她的声音带着些许讨好的意味，双手紧紧握住我的胳膊。婆婆和那些亲戚怎么会相信盛天林不喜欢孩子的事呢？这些年我们的奔走，他们都看在眼里。我的内心在激烈地挣扎着，婆婆那些尖酸刻薄的话语，还有无端的指责，每一幕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我曾无数次在深夜里独自哭泣，为这不公平的待遇感到痛心。然而，看着眼前这个与我共同走过多年的男人，他是我的盛天林。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多美好的回忆，一起经历过风风雨雨。我知道他是好面子，或许在我眼里是无足轻重的事，但是在他眼里很重要。他现在如此无助地请求我的心还是忍不住动摇了。我轻轻地叹了口气，缓缓抬起头，看着他那充满期待的眼神。好吧，看着他那瞬间放松下来的神情，我知道，在这一刻，我还是选择了再一次为我们的婚姻，为他妥协。现在回想，跌了个跟的，要个屁的面子，无能的男人，暴躁的婆婆，妥协的我。我猛然意识到，这些年为了所谓的婚姻，我付出了太多。我默默地把他的体检单扔到楼下垃圾桶，站在垃圾桶旁，狠狠地将体检单揉成一团，心里暗暗发誓，他既然想死，那我也没必要再做这个所谓的好人了，绝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。我要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他和小三我会挨个的收拾。平复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后，我转身向家走去。进门后，高艳荣就那么堂而皇之地站在盛天林旁边。婆婆一看到我，面容变得阴沉，她斜睨了我一眼，然后又满脸笑容地转向高艳荣。老公此时赶紧迎上前来，试图缓解这尴尬的气氛。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摆在面前，但此刻的我却毫无胃口。婆婆尖锐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她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还是嫣蓉好呀，每天都会来做饭，又贴心又能干。要是她再能给我生个大胖孙子，我都想让她当儿媳了。”高艳荣则站在一旁，脸上带着一抹得意的笑容，像在向我挑衅。我微微扬起嘴角，将目光投向高艳荣。嫣蓉每天不上班，那做的是什么工作呀？婆婆一听我这话，迫不及待地率先开口。她满脸骄傲地看着高艳荣，又不屑地瞥了我一眼。人家嫣蓉是做直播的，那本事可大了，一天就能赚你1个月的钱呢。我静静地听着婆婆的话，目光却始终没有从高艳荣的脸上移开，打量着她那姣好的面容。我轻轻笑了笑，故作羡慕地说道：“年轻就是好啊，长得又这么漂亮，肯定很多大哥想要包养你吧？”高艳荣原本那带着得意的笑容，在听到我的话后，硬生生地僵在了脸上。婆婆见状，
立刻横眉竖目地对着我大声指责：“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怎么能这么污蔑人家嫣蓉呢？”婆婆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轻拍着高艳蓉的后背。我故作夸张地呸呸呸了几声：“哎呀，妈，您误会我了。我当然知道嫣蓉才不是那种人呢，只是现在有些主播呀，行为真的很不检点呢，全国到处飞，还不知羞耻地去做小三，破坏别人的家庭。不过咱们嫣蓉肯定不是这样的人了，她这么善良纯洁。”我故意在话语中加重了做小三几个字的语气。高艳蓉原本在听到我前面的话时，脸色稍微有所缓和，以为我要服软或者道歉。可当我最后这句话说出口后，她的脸色变得更加绿了。这顿饭最终不欢而散，盛天林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。我在同城直播找到高艳蓉，她的人设是清纯小白花的模样，她在镜头前显得楚楚动人，直播间里粉丝们的夸赞和礼物不断刷屏。我登录小绿鼠，搜索了关于如何对付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的关键词，很快一系列相关的帖子出现在我的眼前。网友们抖机灵的回复让我有些哭笑不得。你可千万不要在他的内裤涂痒痒粉啊！你可千万不要把他的散粉换成面粉啊！拉开床头柜，我想到一个能够让他们如胶似漆的小妙计。我不清楚高艳蓉下次来是什么时候，所以我要给他们制造机会。隔天，我轻声对盛天林交代：“我要去林氏出差几天。”盛天林站起身来，走到我身边，依依不舍地看着我：“这么突然就要走啊？好吧，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，照顾好自己。”他的脸上满是关切和不舍的神情，仿佛一个深爱妻子的盛天林。然而，经历了那些事情之后，我看着他这副虚伪的模样，心中只有无尽的嘲讽。果然，爱是能装出来的。我轻轻挣脱了他的手，勉强挤出一个微笑，希望下次看到他也能保持这个深情的样子。我拉着行李箱，那扇门在我身后缓缓关上，也将过去的那些虚假与痛苦暂时隔绝在了里面。我快步走向和闺蜜约定好的地点，手中紧紧地握着行李箱的拉杆。不一会儿，我就看到了闺蜜在不远处向我招手，她的脸上满是关切和焦急的神情。我加快脚步来到闺蜜身边，闺蜜立刻迎了上来，一把抱住了我。她一脸气愤：“那个混蛋怎么能这样对你？气死我了！你准备什么时候离婚？”我轻轻地拍了拍闺蜜的后背，然后将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详细地告诉了她。当我说到我在房间里安装了摄像头，以及我在小绿鼠上搜索对付高艳蓉的方法和我接下来的计划时，闺蜜先是一愣，随后便哈哈大笑起来。她笑得前仰后合，几乎喘不过气来，一边笑一边指着我说：“你真的是个大聪明啊，这一招太绝了！”我也被闺蜜的反应逗乐了。我们两个人站在街头，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。闺蜜紧紧地握住我的手：“我一定会全力支持你的，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。”我开始无比期待那一刻的到来，期待着看到他们惊慌失措的表情。他不是好面子吗？那我就让他面子里子都不剩。我去了闺蜜家，电脑屏幕上正显示着家中摄像头传来的实时画面。房间那头很快就有了动静，盛天林和高艳蓉先后走进了卧室，随后他们的身体紧紧地贴在了一起。我只觉得一阵恶心，迅速别过头去，真的没眼看这不堪的一幕。闺蜜在一旁也是气得咬牙切齿，但很快我们就冷静了下来，因为现在不是伤心和愤怒的时候，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和闺蜜开始了下一步行动。闺蜜迅速打开一旁的笔记本电脑，
我则熟练地登录上自己的小绿鼠账号。我们翻出了早就在小绿鼠上预热的帖子，发现老公出轨后怎么办？只见回复底下一众网友都在焦急地蹲后续。我开始在评论区回复他们，紧接着我开启了新的帖子，标题醒目地写着10分钟后直播捉奸现场。帖子刚发布出去的瞬间，就像投入湖中的一颗巨石，引起了巨大的波澜。很快，大量的网友被吸引了过来。我和闺蜜飞速抵达我家后，开启直播。直播间的人数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开始飞速增长，弹幕上不断滚动着网友们的各种评论和猜测。天哪，真的要开始捉奸了吗？这不是引流剧本吧？主播一定要坚强，我们都支持你，让那对狗男女受到应有的惩罚。这种渣男绝对不能轻易放过，主播加油，希望主播能成功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紧紧地握住手中的摄像头，心跳急剧加速。走到卧室门口时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推开了门。眼前的一幕让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，但我立刻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，假装出一副伤心的样子。盛天林和高艳荣正以一种极其尴尬的姿势紧紧贴在一起，他们的身体仿佛被什么东西牢牢地粘住了，无法动弹，衣衫不整。盛天林的脸上满是惊慌和狼狈，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嘴巴微微张开，似乎想要解释什么，但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高艳荣更是不堪，她的脸涨得通红，痛苦地嗷嗷叫着，那声音听起来既滑稽又让人心生厌恶。与此同时，直播间里彻底炸了锅。我微微低下头，让头发遮住我的一部分脸，假装抽泣了几声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将摄像头对准他们，确保直播间的观众们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切。闺蜜毫不犹豫地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她双手用力地抓住他们紧紧贴在一起的身体部位，试图将他们分开。然而，随着闺蜜的动作，他们叫得更大声了。那尖锐的声音仿佛要刺破耳膜。盛天林和高艳荣满脸惊恐，他们一边扭动着身体，一边急切地喊道：“别分了，赶紧打120，快呀！”但闺蜜根本没有理会他们的喊叫，手上的动作丝毫没有停下，原本还在努力维持着那假装伤心的模样。可当看到他们这副狼狈又滑稽的样子，听到他们那可笑的呼喊声时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，扑哧一声笑出声来。门突然被打开了，婆婆出现在了门口。她原本平静的脸上瞬间被一阵震惊所取代，呆呆地看着眼前自己儿子和高艳荣那怪异又狼狈的模样。盛天林仿佛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，急切地朝着婆婆大喊：“妈，快打120！”婆婆这才如梦初醒，手忙脚乱地赶紧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手指颤抖着在屏幕上滑动。而我和闺蜜对视了一眼，彼此心领神会。趁着婆婆还沉浸在震惊之中，没有完全反应过来，我们迅速地拿起自己的东西，转身朝着门口走去。在离开之前，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一眼婆婆和老公。我用一种充满失望和决绝的语气说道：“我对你太失望了。”说完，我和闺蜜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充满了痛苦和背叛的地方，只留下身后那依旧混乱的场景和他们那惊慌失措的身影。随着我关闭直播后的短短时间内，这场直播在网络上激起了千层浪花，各种社交媒体平台、论坛、聊天群里都在热烈地讨论着刚刚发生的这一幕惊人场景。我坐在电脑前，看着不断涌现的评论和猜测，心中既有着一种复仇后的快感，
网友们的讨论热度越来越高，各种言论层出不穷。其中一位网友大胆地猜测道：“估计是下体沾上了胶水，不然怎么解释他们分不开的样子呢？”这个猜测一出来，立刻引发了一阵热议。哈哈，有可能哦，不然怎么会那么狼狈？但是什么胶水能有这么强的粘性啊？太搞笑了吧！说不定是他们自己搞的什么特殊癖好呢？结果出丑了，网友们的想象力被充分激发，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都冒了出来。闺蜜一边笑着，一边念网友的评论，我的心情也好了不少。婆婆心急火燎地将老公和高艳荣送往医院后，原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意外事件，却没想到他们瞬间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。医院里，医生们面对这奇特的状况也是一脸惊愕，但职责所在，他们发现他们的下体竟是被一种强力胶水牢牢地粘住了。这个消息很快便在网络上疯狂传播开来，他们俩一下子就上了热搜，各种媒体纷纷报道这一离奇的事件。某对男女下体沾满胶水，5个小时后医生才得以分开。网友们在得知真相后，评论区瞬间炸开了锅，哈哈，这也太奇葩了吧！下体沾上胶水，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呀？真是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而其中一位网友的辣评格外引人注目，这下真的如胶似漆了，他们俩成为了全网的笑柄。也有眼尖的网友认出这是我直播捉奸的那对，评论区纷纷夸赞我，女人中的强者，我们大女人就是霸气。我的心情很是畅快，我再次登录小绿鼠，开始续写新的篇章。把盛天林所在的公司曝光后，由于之前捉奸帖子热度很高，许多媒体记者们看到这个帖子后，迅速闻风而动，他们开始疯狂地联系我，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更多的独家信息。而盛天林所在的公司的官方账号下面，眨眼间就被愤怒的网友们所沦陷。听说你们公司的员工喜欢出轨，出轨哥怎么处理？网友们的指责和谩骂如潮水般涌来，公司估计无法应对如此大规模的网友攻击，很快把评论关了。我盯着电脑手机上小绿鼠帖子下方不断刷新的评论，众多网友们在追问着同一个问题：女方是谁？我深吸一口气，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击，回复道：女方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。这简单的一句话，瞬间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热议，网友们的好奇心被彻底点燃，他们纷纷开始猜测这个神秘网红的身份。哇，原来是个网红啊！怪不得呢，网红圈真的好乱。博主，快告诉我们他的真实身份吧！我在帖子下继续写道：我现在也很矛盾，不知道是否要将女方暴露出来。一方面，我觉得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让大家看清他的真面目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又担心这样做会引发更多的麻烦和争议。我接着在评论区发布：各位热心的网友们，我还有一个让我更加难以启齿的事情要告诉你们。这个女方不仅是个网红，她还是我婆婆的亲戚。这条评论一经发出，如同在原本就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又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。网友们的反应瞬间变得更加激烈，评论区的热度以惊人的速度飙升。离不离？不离当秀恩爱？什么？居然还是亲戚？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博主你一定要坚强啊！这种情况确实太让人纠结了。但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他们，这女的也太不要脸了，亲戚还勾引人家老公，必须曝光她。网友们一个个都愤愤不平，他们的言语中充满了对我的同情和对女方的愤怒。我看着不断涌现的评论，心中冷笑。有很多网友纷纷猜测网红是谁，
我没有正面回应，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打破了房间里的寂静。我看了一眼屏幕上显示的那个熟悉而又让我厌恶的名字，深吸一口气后，还是按下了接听键。喂，老婆，盛天林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，带着一丝急切和讨好。我冷冷地说道：“有什么事快说，老婆，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！你一定要相信我。”盛天林急切地解释着。我忍不住冷笑一声，反问道：“误会？那你们是一不小心就睡到一起的吗？”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然后盛天林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老婆，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就是喝了点酒。然后是高艳荣勾引我，我一时糊涂啊。”我故作生气地提高了音量：“哦，那都怪高艳荣喽，你没有错，是吧？”盛天林连忙解释：“是，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快点回来吧，我们好好谈谈，我一定会和他断绝关系的。那行吧，我勉强相信你，但是我要高艳荣录一个道歉视频，他要在视频里详细的说明整个事情的经过，是他如何勾引你的，他的那些不道德的行为必须一五一十的讲清楚。”我语气强硬，电话那头的盛天林明显有些慌乱，他支支吾吾地回应道：“老婆，这是不是有点太难为他了？”我立刻提高了声调：“难为他？那他勾引别人老公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后果呢？我这已经是最基本的要求了，如果他连这个都做不到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谈的了。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的回去。我们的婚姻也别想再继续下去。”盛天林急忙说道：“别，老婆，我一定会让他好好录的，你放心，一定录到你满意为止。但是你得答应我，只要他录了这个视频，你就马上回家，我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”我冷哼一声，如果他真的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并且让我看到他的诚意，我可以考虑回家，而且这个视频必须上传到他的视频号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所作所为。老公沉默了一瞬：“好吧，我会尽力说服他的。老婆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让他按照你的要求做的。”我没有回应他，挂断了电话。我赌高艳荣会录这个视频，他不想他肚子里的孩子也等不了了。盛天林想要我的财产，就得顺着我，只是不会再让他得逞了。高艳荣满脸怒容地对着老公大声吼道：“凭什么我要给他拍道歉视频？他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大不了你直接跟他离婚就好了。”老公赶紧上前一步，轻轻拉住高艳荣的手臂，轻声安慰：“宝贝，别这么激动嘛，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权宜之计，就是一个道歉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等这件事情过去了，我们按照计划把他的财产都卷走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。到时候谁也管不了我们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”高艳荣听了这话，眉头紧皱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犹豫和不安。她咬了咬嘴唇：“真的能行吗？万一被他发现了怎么办？”老公紧紧地握住高艳荣的手，信誓旦旦地说：“放心吧，宝贝，我都计划好了。你不信我，难道还不信你的表哥吗？一定不会出问题的，只要我们熬过这一段，未来就是我们的了。”高艳荣站在那里，思考了片刻，最终还是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好吧，那我就听你的，给他拍这个道歉视频，但是你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计划能够顺利进行，你以后只能对我好。”老公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，连忙点头：“那是当然，宝贝，相信我。”于是高艳荣开始准备按照老公的要求拍摄那个道歉视频，而他们却不知道，他们的这番对话已经被一个隐藏在角落里的监控悄悄地记录了下来。听到你以后只对我好，感到有些心酸，
为我以前的自己感到心酸。很快，盛天林给我发来了道歉视频。视频画面里，高艳荣坐在一个简单布置的背景前，灯光昏暗地打在他的身上，他的眼睛红肿，脸上还残留着未干的泪痕。他微微颤抖着身体，双手紧紧地绞在一起。深吸一口气后，他缓缓地抬起头，面对着镜头，他的声音沙哑且带着哭腔：“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了。”说着，他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，沿着脸颊滑落，肩膀一耸一耸的。我不该做出那样的事情，我不该去破坏别人的家庭。我现在真的非常后悔，我希望能够得到原谅。他用手捂住脸，哭声从指缝间传出，显得格外委屈和无助。他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，再次看向镜头，眼神中充满了祈求。我愿意为我的错误负责，我会尽我所能去弥补我所造成的伤害。请相信我，这真的是一个错误，一个让我悔恨不已的错误。说完，他低下头，再次陷入了哭泣之中。那悲伤的模样，仿佛他才是这场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。我觉得这个道歉视频达到了我的要求，立刻给老公回了信息，让他上传到视频号吧。视频下面很快有了一些网友的评论和点赞。道歉的那个是小三吗？有网友来到我的评论区，我给其中一个这样的评论点了赞。很快，高艳荣的评论区彻底炸了锅，网友们各种尖刻的谩骂铺天盖地的袭来。你这个破坏别人家庭的坏女人，真不要脸，居然还敢做这种事！高艳荣的账号也给网友举报了，最后他给封禁直播99年。当我看到这个结果时，心中涌起了一丝快意，但我也清楚地知道，这还远远不够。我回到盛天林家，门刚一打开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婆婆便开始破口大骂：“你这个扫把星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你把我儿子的工作都给搅黄了，你现在必须给我一大笔赔偿金，弥补我儿子的损失。”原来是公司为了公司的形象，把盛天林辞退了。盛天林现在无业游民一个。婆婆的脸涨得通红，手指直直地指着我：“妈，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。我们现在还是夫妻，家里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呢。”婆婆听了我的话，更加愤怒了：“什么夫妻共同财产？这家里的一切都是他的，不存在什么共同财产。你别想从我们家拿走一分钱！”盛天林急忙从房间里快步走出来，试图打圆场。我看着他开口：“离婚吧。”听到我说出“离婚吧”这句话时，原本还带着些许敷衍的神情瞬间变得慌乱起来。“老婆，别这么冲动啊，咱有话好好说。”骂他也是一时着急才说那些话的，这都是开玩笑呢，你可千万别当真啊！盛天林一边说着，一边紧张地看着我。他当然紧张啦，毕竟婚前时做了财产划分，他为了表忠心，把所有财产都放在我名下，也就是说，离婚他就是净身出户。盛天林开始不断地哀求我：“老婆，别这样，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怎么能说离就离呢？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除非让他滚出这个家，我不想再看到他，否则这个房子、车子还有我名下的资产，离婚了都会归我，你自己选一个吧。”婆婆听到我这话，气得直捂胸口：“你这个没良心的女人，竟然要赶我走！我儿子绝对不会答应的。”盛天林看看我，又看看婆婆，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。盛天林满脸焦急地不断向婆婆使眼色，然而婆婆看到老公那副模样，心中的怒火更盛。她觉得自己的儿子竟然为了一个要和他离婚的女人如此对待自己，完全不顾及她的感受。愤怒之下的婆婆用力地推了老公一把：“
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着：“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！”为了他竟然这样对我。盛天林在被婆婆这么一推之后，身体突然失去平衡，重重地倒了下去。几乎是瞬间，老公的身体开始剧烈地抽搐起来，他的四肢不受控制地胡乱摆动着，嘴里还不断地吐出白沫。我看到盛天林这个样子，心中猛地一惊，下意识地想着，不管怎么样，不能让他就这么轻易地死了。我急忙掏出手机，快速地拨打急救电话。可就在这时，婆婆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异样的光芒。只见她一个箭步冲过来，一把拍开了我正在拨打急救电话的手机，手机被拍飞出去，掉落在地上，屏幕也瞬间碎裂。我反应过来，她估计是误会了，以为她的儿子在假死，却还是开口：“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他都这样了，必须赶紧送医院呐！”他站在那里，缓缓地说道：“我被吓到了，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就好，不要打什么急救车。”我们手忙脚乱地将老公抬到了车上。没过一会儿，婆婆就开始打电话。通过车内后视镜看去，只见婆婆将声音压得很低，那副模样鬼鬼祟祟的。“继续做吧，你的儿子要没了。”抵达到医院，刚一停下，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匆匆忙忙地出来。当我看清他的容貌和胸前的牌子，我猜到这是高艳荣的表哥高耀祖。婆婆一见到他，立刻就朝他使了个眼色：“我儿子就麻烦你了，高医生。”高耀祖微微点了点头，接着他们迅速地将老公从车上抬下来，推进了手术室，站在手术室门外。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手术室却迟迟没有传来任何动静，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一般。我看着那紧闭的手术室大门，心中冷笑，过了仿佛一个世纪那么久。高耀祖满脸慌乱地从手术室冲了出来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和不知所措，直直地奔向婆婆：“阿姨，这怎么回事啊？”高耀祖的声音都在颤抖。高耀祖急得直跺脚，提高了音量说道：“阿姨，他已经没有任何生命特征了。”婆婆马上反应过来，抹了把眼泪，大喊：“我可怜的儿啊！”高耀祖此时更加着急了，他的声音变得尖锐而急促：“阿姨，是真死了，不是假死啊！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手忙脚乱地比划着。婆婆还是一脸的疑惑。高耀祖用力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：“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！他送来的时候就已经很危险了，而且之前没有及时医治，时间拖太久了。”婆婆的眼神逐渐变得空洞，她怔怔地坐在地上，终于反应过来，高耀祖说的是真的，不是盛天林假死。婆婆这才如梦初醒，她的身体猛地一颤，直呼不可能，想冲进手术室，被护士拦住。她扑倒在地，大声哭喊起来：“你赔我儿子！”悲痛的哭声在医院的走廊里回荡。高耀祖那带着颤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：“赶紧准备后事吧。”而此时的婆婆在经历了这巨大的打击后，因为过度激动，双眼一翻，身体软绵绵地倒了下去。我站在原地，迅速拿出手机，拨通了殡仪馆的电话：“喂，我这里有一位逝者需要马上处理后事，麻烦你们尽快过来。”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询问了一些基本信息后，为难地说：“档期已经排到下星期了。”那可不行，我加了3倍的价钱，表示要插队后，殡仪馆爽快地答应了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我亲爱的老公，不用太感谢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殡仪馆就把老公的尸体抬走了。所以当下午我站在婆婆的病床前，把骨灰罐子递到婆婆面前，她再次崩溃了。我面无表情地站在婆婆的病床前，
缓缓地将手中的骨灰罐子递到了婆婆的面前。喏，你儿子在里面。婆婆原本还有些呆滞的眼神，在看到骨灰罐子的那一刹那，再次充满了震惊和痛苦。她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，声音凄厉：“你说我儿子在里面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是你杀了他！我要告你！”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仇恨，仿佛要将我生吞活剥一般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对于他的指责并没有丝毫的慌张。我从包里拿出了死亡证明，展开在他的面前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他是病发死的，因为没有及时医治。”我特地咬中了"没有及时医治"这2个字，目光紧紧地盯着婆婆。婆婆的眼神在死亡证明和我之间来回移动，一边哭一边喃喃自语道：“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一定是你搞的鬼！”无论他怎么不愿意相信，也无法改变他的宝贝儿子已经去世的事实。高艳荣突然闯了进来，她的头发有些凌乱，脸上满是焦急和悲痛的神色。当她的目光落到我手里的骨灰盒上时，她的身体猛地一震，随后崩溃大哭起来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高艳荣一边哭喊着，一边摇着头，仿佛不愿意接受眼前的事实。稍微平复了一下情绪后，高艳荣突然抬起头，用通红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我怀了他的孩子，财产要分我一半。我听了他的话，冷笑：“不可能，你别异想天开了。”高艳荣的脸色变得更加狰狞。我要告你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我毫不畏惧地看着他。告吧，那你倒是去告啊。不过我倒是想问问你，你怎么能证明孩子是我老公的呢？他已经变成灰了哦。我特意指了指手中的骨灰盒，脸上露出一丝嘲讽的笑容。高艳荣被我的话噎得一时说不出话来，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又变得坚定起来。我一定会找到办法证明的，你等着瞧。说完，他转身跑出了病房，我也走出了病房，留陈胜男一个人在病房里崩溃的大哭。很显然，高艳荣并起诉不了我。我把本属于陈胜男的1W 财产打给他，而后拉黑删除，最后变卖了在世的房子车子，准备回到爸妈身边，陪他们养老送终。当我在电话中告知爸妈盛天临死的消息时，他们在那头沉默了片刻，随后传来一阵惊讶的吸气声，但很快，他们的声音便充满了关切：“孩子，别太难过了，老公死了没关系，可以再找。”妈妈温柔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心疼。没过多久，爸妈就从避世匆匆赶来接我，而我早已将属于我的行李全部搬走，彻底告别了那个充满痛苦回忆的地方。陈胜男回来也进不去那曾经的家了，而我坐在爸妈的车上，看着窗外的景色不断后退。当那块欢迎来到 B 市的牌子出现在眼前时，我的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感，有对过去的释然，也有对未来的期待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告诉自己，现在就是重新的开始，过去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我要勇敢地迈向新的生活，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未来。后来，我像往常一样浏览着新闻资讯时，一则新闻的标题瞬间抓住了我的眼球：一名女子把婆婆溺死在河边。我认出那是高艳荣，她锒铛入狱。我从朋友那里得知了更多关于高艳荣的情况。原来，在那之后的日子里，高艳荣为了养育她的孩子，以及偿还婆婆生前欠下的债，欠了一屁股债。我默默地叹了口气，感慨命运的无常和生活的残酷，同时也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好好生活下去的决心。